哈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的师尊回归的驱动骑士不仅探明了怪人协会的信息，也直接道出了金属骑士就是内奸这一惊人的消息。但话语间似乎又有些问题。就在这时，基诺斯也终于赶到了，将一众伤员都带了出去。而此刻，怪人协会内部，超合金黑光对上了饿狼，铜帝也撞上了龙级干部天然水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将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铜帝的冷冻呼吸似乎正好克制天然水，没一会儿就将其冻结了一大半。但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居然胆敢用火烧你淤泥水母大爷！原来此前被铜帝一把火点燃的淤泥水母并没有死掉，我可是很记仇的，我要杀了你！又是你，我现在没时间搭理你，哈哈！天然水大人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，我帮你阻挠那个小鬼的攻击。他话音一落，一旁的天然水闪动着眼球看向了他，突然间射出了一道水流，打在淤泥水母身上。只见水流笼罩着淤泥水母的脑袋，一股黑色的液体被吸出体内，顺着水流送进了他的本体。我的水分！几秒钟的功夫，淤泥水母就被彻底吸干了，一层黑色的液体掺杂在天然水体内，似乎冷冻光线已经对它不起作用了。铜帝这才反应过来，不对，那家伙的目的不是水分，而是油分。油比水的凝固点低，不容易结冰。吸收了淤泥水母后，天然水不再清晰透明，变成了油水混合物。体内被冷冻呼吸冻死的食人鱼被果断抛弃了。即便没有大脑和神经，也能找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吗？来不及反应，天然水的头顶射出了高速水炮，只来得及躲开要害，但还是被刺穿了大腿。这家伙又变强了。根据驱动骑士的数据，最棘手的是龙级的家伙们。S 级英雄中能够确保战成这个等级的，大概也只有龙卷和 King 了。曾经感受过龙级怪人豪杰的恐怖，杰诺斯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而最糟糕的，现在也没时间拟定对策了。当然，也有可能奇遇老师已经将所有敌人都消灭了。迷路了就早点说呀，我们已经在同一个地方绕了4圈了吧？难道是敌人的圈套？不，你只是迷路了。反正搞不清楚哪里是哪里了，干脆直接打破墙壁前进吧，应该能遇到怪人或英雄吧。留下足迹这种事会违反我的原则，不过还算是个不错的方法。遇到怪人就胁迫他带我们去找怪人王，就是这样。喂，英雄攻击来了，你快点啊！和 S 级英雄交手，别开玩笑了，我就在这躲着。好像有人。喂，你拉完屎带我们去找你们的老大，只给你30秒。你是闪光的 Flash？ 英雄协会设立之初，英雄只有 C 级、B 级和 A 级3种等级。协会在给英雄排名时，会按照讨伐怪人的实际成绩、战斗能力、社会贡献以及受欢迎程度为条件进行评判，所以并不是实力强大就一定能成为 A 级英雄。即便身体能力不足，只要其他方面达标，也有可能挤进前几名。但后来协会发现，遇到灾害等级鬼级的怪人时，需要排名靠前的英雄们一同作战才能将其消灭，但有的人却能够独自将其击败。奇怪的是，这些英雄并不在乎自己的排名，他们只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出现战斗，然后取得胜利。在其他英雄激烈的排名争夺战下，他们一直默默行动着，所以一直被埋没。后来协会决定为这些英雄们准备特殊守卫，个人实力可以匹敌一个师战力的英雄，将其称为 S 级英雄。越来越多想飞黄腾达的强者踏入了英雄的行列，但他们的目标也只是 A 级顶尖，而不是 S 级。因为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下， S 级英雄是打破了常理的怪物。然而这次他们所面对的敌人，大叔，可别把我看扁了呀！怎么了？不复活了吗？还是说复活不了了？糟了，快想想办法！我可是天才啊！可恶，糖分不够了！你这个丑八怪，不要过来呀！也只有人类社会会将他们 S 级当作怪物看待，而今天他们才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怪物集团。死亡与拥有强大力量之人本就无缘，他们尚未做好今天就要面对死亡的准备，已经被遗忘的感觉再次于脑中浮现。
实际上，这也并非是人类第一次接触到这等规模的力量了，只是这个人完全不屑于讲述自己的经历，所以也就无人知晓了。其实英雄协会有人早已经料到可能会出现连 S 级英雄都会陷入苦战的状况，但仍然对这次的行动抱有极大的信任，理由只是因为有他战力的龙犬，在协会中甚至比很少会出现的爆破更受优待，可以说是协会的最终兵器。这就是大众眼的内部真身嘛？什么嘛，还是一坨肉啊！假装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其实是在耍我嘛。耐用型的巨大肉体竟然被他撕碎了，看来我本人没有进入其中操控，果然是正确的，怪不得就连他亲妹妹都那么怕他。S 英雄里也只有他没办法通过相信去克制，简直让人无计可施。但话虽如此，如果让流浪地、黑色金子这些人联手，任何人都不在话下。现在就等待干部们解决各自的目标，然后通过我的传心术前来包围他，而我就在更深的地下看着这一切，就连那些怪人都不知道真正的我身在何处。哈哈，新的傀儡已经准备好了，真正的支配者从来不会亲自出面，就让我慢慢欣赏人类灭亡的美景吧。但在那之前，龙卷，你要先死。哦，在那里，找到你了。找到我了？不可能，这里可是距离地面1500米的地下，他不可能发现我的所在的。不对，他正在看着我。他通过人偶身上微弱的念波感知到了我这个发信源吗？糟了，别偷偷摸摸的藏着了，快出来参加这场狂欢吧！一股恐怖的拉扯力从地面直达地体，大众眼背后的操控者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被束缚住了，拼命抵抗也难以控制上升的趋势。他也要这样想寻求其他干部的帮忙，只要能分散此刻龙卷的注意就行。对了，以波奇的破坏力应该可以。做出了决定，他用传心术呼喊着波奇，让他赶紧去咬住龙卷。但很可惜，波奇这会儿正对上邦古几人呢。连续的焦热弹让几人只能不停地在空中腾挪。经历了大规模的轰炸，这一片地带除了中心的支撑梁，其他地方都夷为平地了。借着尘埃的掩护，几人躲进了一旁的废墟里。这只小狗到处乱喷，不过它看起来好像已经受伤了。从未见过这种等级的怪物，这要怎么对付啊？它应该是怪人协会最强之一了。如今他身上有伤，是干掉他的好机会。哎，就不应该和 King 分头行动啊！这下可怎么办啊？现在说这些也无济于事了，支援就拜托你了，小姑娘。欧尼酱，我们上吧。等等，他不见了。糟糕！几乎零距离的焦热弹，邦古几人甚至已经躲不了了，将吹雪护在身后，摆好了架势。这恐怖的一击完全不逊色于当初的蜈蚣长老，但下一刻废墟里一声轻响，邦古两兄弟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，居然没受伤。刚想到这儿，邦古就看见了一旁轻轻暴露的吹雪。你们欠我一个人情，不过要是再来一次，我可防不住了。说杀来杀，几人刚走出废墟，身后的波奇就已经蓄势待发了。完蛋了，已经逃不掉了。各位，抱歉了，在这个即将迎来强化成员、重组队伍的关键时刻，我这个领导者可真是没用啊！如今几乎是死局了，吹雪已经在心里交代好了遗言。听我说，新吹雪组的2位成员，我会再一次阻挡他的攻击，你们就找机会逃命去吧。邦古两人还没明白什么意思，吹雪接着说道：我刚刚已经强化过你们的肉体了，现在你们应该能移动得快些了，虽然只是暂时的。哦，真的诶，膝盖不痛了，腰上的负担也没了。眼瞅着来不及了，吹雪让他们赶紧逃，而自己则准备用生命的代价挡住这轮攻击了。可谁知道下一刻，3发焦热弹竟然直接被邦古用流水圈给弹开了。谢了，小姑娘，出拳的速度恢复了。哼，我们上吧，欧尼酱。旋风流水焦牙龙杀拳。
吹雪还没反应过来，刚刚恐怖如斯的怪物就已经倒下了。这一刻，他才意识到 S 级第3位的银色獠牙究竟有多强。话说回来，那这位欧尼酱又是何方神圣啊？我记得他连英雄都不是，但实力却不亚于银色獠牙，绝对不能放过。他已经是吹雪族的人了。当机立断，吹雪走了上去。请问您是邦普先生对吧？你干得不错嘛，我很欣赏。呵呵，小姑娘你也是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我忘说了，现在加入吹雪组的话，可以得到特选牛肉3公斤礼盒哦。不知道这能不能吸引住邦普，但一旁的波奇算是给吸引住了。什么？他竟然还能活蹦乱跳的，这生命力也太顽强了吧！真是只令人头疼的小狗狗啊！你就不能乖乖坐下吗？真的坐下了。那我们接着赶路吧。没想到随口的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么一个大麻烦，两位老爷子也不管其中缘由了，总之可以消停会儿了。你怎么了？腿软了。刚刚的力量是吹雪来了，都说了绝对不能让他参加，等回去后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赛金加尔。如今的局势已然进入了白热化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另一边的奇遇过山车大冒险。呜呼！喂，还有多久才到怪人王的房间？大概还有10分钟。哼，看来巅峰对决很快就要开始了。没想到在我家地下居然有这么大规模的敌人基地，可恶！要是早点知道，就不用那么无聊了。注意点，要是中了陷阱，我会把你丢下自己先走。不用你说，我正在集中精力呢，所以才说你们这些外行啊！我迄今为止可是干掉了不少怪人。哇哦！呜呼！安静点，看着吧，我会在前面的交叉点换轨，让矿车整个掉下山谷里。要是能拿着 S 级英雄同归于尽，也算是立大功了。哇哦，好高啊！还是再等等其他机会吧。矿车驶入洞穴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灯光通明的工业区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呀？如果没有那攀爬在岩壁上的怪人，说这里是个建筑工地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仔细一看，怪人正在装袋的竟然是闪闪发光的金子。Flash 瞬间就明白了，这里是怪人的地下金库。金库？一听是金库，奇遇的眼神开始不对劲了。原来这就是支撑你们的作恶资金啊！我也不知道。矿头发现了入侵者，吹响了口哨，那些巨型怪物们纷纷围了过来。我和你们是一伙的呀！喂，别拉我的披风呀！什么？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两人又回到了矿车内。这家伙，你身手不错嘛，速度挺快的嘛。挺快的。听着两人的对话，杂鱼算是看出来了，不仅是 Flash， 眼前的秃子同样也很恐怖。喂，我的披风。给你。好，接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怪人一爪子刺穿了奇遇的披风，将奇遇活活的拽了下来。喂 ，Flash 反应过来也已经来不及了。眼瞅着奇遇被怪人淹没 ，Flash 也无能为力，在矿车前方也面临着无尽的深渊。豁出去了！怪人协会万岁！洞穴里的怪人不依不挠地追了出来 ，Flash 也不管，抓着自己的杂鱼，一个冲刺杀了过去。一堆怪人被切割开来，还未来得及破裂开，就被奇遇一拳轰成了烂泥。只见奇遇嘴里叼着的是怪人的金矿。见了奇遇没事 ，Flash 也放下心来，一个闪身和奇遇并驾齐驱，一同带着矿车向轨道另一边飞去。带路的，你可别下去了。你素质不错啊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别睡了，好好带路。该死的波奇，怎么还没反应？而且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个秃子，奇怪的家伙正在深入地下，还有龙卷，看来只能由我来对付所有人了吗？说着，他控制着桌上的一个瓶子飞了过来，仰头直接喝了下去。一股刺耳的尖叫声发出，随后一道电光闪烁在他眼里，整个头发也向上耸立而起。就让你们看看我赛克斯大人的超能力有多么恐怖！赛克斯灾害等级龙级，
怪人协会的幕后大 boss 终于浮出了水面，这场战斗也即将被拉入高潮。而另一边，超合金黑光和饿狼的战斗也趋近尾声，究竟结果会如何呢？那么本期怪奇篇9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故事将更加精彩。喜欢本期视频呢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秦，我们下期见。